么繁殖后代一定要雌雄搭配、男女搭配？为什么大部分的生物不选择简单而又快的这个无性繁殖？其实有性繁殖的缺点真的很多，首先是繁殖的速度慢，还有讨不到老婆的风险啊。你看，在雄性寻找配偶的时候，雌性要考察雄性的身体是不是健康，还要看雄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以及所拥有资源的多少。如果你的条件达不到，肯定不会获得雌性的青睐。当然，雄性也会面临来自其他雄性的竞争啊，在这个过程中都会非常的浪费时间。而且有些雄性甚至一辈子都讨不到老婆，所以说这种繁殖方式速度不快，还有打光棍的风险，不利于种群的快速扩大。那其次就是有性繁殖还会消耗更多的能量，甚至还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啊，这一点是最大的缺陷。我们知道在自然界的能量非常的珍贵，所有的物理化学过程都在以非常节能的方式在进行，不会浪费一丁点能量。但是唯独在求偶的时候，比如一些雄性的鸟类，它为了吸引雌性就长出了艳丽的外表啊，这其实非常的耗费能量，而且这个艳丽的外表还容易被天敌发现。你看，这有时候在动物的眼里啊，繁殖后代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那最后一个缺点就是你的后代中只携带你一半的基因。有性繁殖是雌雄的繁殖细胞结合的过程啊，后代的基因是来自两个亲粉各自一半基因的随机组合。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肯定无法忍受这种不完整啊。无性繁殖就没有以上的问题了。比如说细菌，它的繁殖方式就是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然后变成无穷个啊，不需要配偶，只要营养到位，就能以指数级的方式增长，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节能，省去了求偶的繁琐过程，省去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且分裂出来的个体跟自己有一样的基因啊，非常的完美。那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的高级生物它不选择无性生殖，尤其是我们人类？这只能说明无性繁殖的完美并不是绝对的完美，而有性繁殖的缺陷并不那么致命，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那在生物学家的眼里，有性繁殖的出现是地球生命进化最伟大的成果，它直接造就了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看到的这个丰富多样性的物种，也直接促进了生物的进化以及我们人类的出现。因为有性繁殖是基因的重组，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允许基因有更大的复制错误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那么其实基因突变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它虽然可以产生畸形或者是返祖的现象，以及各种病态啊，但它也有可能给生物带来一种新的、更加适应环境、生存能力更强的特征啊。这些特征在有性繁殖的过程中，还会在种群中扩散并保存下来的啊，使得整个种群就会拥有这种优良的基因。好，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如一个生物群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了一种病毒的侵扰，但是在某一天种群中的一个个体在出生的时候，它的基因就发生了突变，那这种突变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对这种病毒的抗性。那么在它的后代中就有可能会携带这种基因，而在它的后代在漫长的时间中也会将这种基因带给其他的生物个体，因此结果就是整个种群就不再惧怕这种病毒了。所以有性繁殖虽然有缺点，但它的一个优点就可以盖过自己所有的缺点，这也是无性繁殖所不具有的。其实无性繁殖在复制自己的时候，也会发生基因突变，但这种几率非常的小啊。就算是突变了产生了有利基因，但这种基因并不会在种群中传播开来的，因为你和其他的生物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深入的交流。而且你和你的后代如果被其他的意外一锅端的时候，你的这种优良基因也会彻底的消失的。所以无性繁殖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个种群的基因单一，进化缓慢。这就是为啥我们宁愿麻烦一点选择男女搭配而不是无性繁殖的原因，因为它的优势无可取代。不过神奇的是，地球上的一些爬行动物还有昆虫就比较聪明，它们既可以孤雌生殖，也有无性繁殖，也可以进行有性繁殖啊。这些昆虫的雌性可以刺激自己的卵细胞在没有受精的情况下进行分裂，发育成和自己一样的新个体啊。在环境温和适宜生存的时候，它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简单方便快速的繁殖自己啊。那么在环境发生巨变的时候，它就会等待雄性进行有性繁殖。正所谓顺风的时候就要浪起来啊，逆风的时候就要猥琐发育。这也是为啥无性繁殖并没有被生物界淘汰，因为它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亮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